从没见过这么炸裂的木屋建造。男人为了让妻子拥有一个温馨的家，不惜砍下上百棵百年云杉树，花费2年半时间建造豪华木屋，一跃成为全村最靓的仔。男人叫帕特，为了打造出梦想中的木屋豪宅，为此筹备了整整1坤年。期间，他不断拜访木屋建造者尼克一同学习，甚至还一同建造了一间小木屋用来练手。感觉时机成熟之后，帕特才开始砍伐树龄上百年的云杉。尽管有好基友的帮忙，但砍伐云杉的过程依然非常的辛苦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虽然疲惫但很高兴，因为即将实现他人生最大的愿望。一家人住在木屋里，拥抱纯净的大自然。最适合砍伐云杉是在冬季，但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大自然苏醒之前将树皮剥掉，否则木虫将会把木材破坏，而剥皮的工作必须手动完成。这也是建造中最耗时且困难的工作。为了搬运这些巨大的原木，帕特只能租来一台起重机。雨雪让乡村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，他们花了一整天时间才把起重机安装好。有了起重机的辅助，建造木屋墙壁的工作变得轻松许多。他们根据图纸挑选出适合的木材，而在对木材开始加工之前，必须要先将土地给挖平整。正所谓地基不牢，地动山摇。有了2年半学习经验的帕特也深知此屁有理，通过水平尺和红外线对地基找平后，开始对木材动手。首先将原木对半锯开，平的一面朝下作为第一层的基础，接着在2头锯出马鞍凹口，然后再在往上架设的原木相应位置上锯出凹槽。而细节控如帕特还必须用电报机将切口修理得如丝般顺滑，以确保2根原木相交处严丝合缝。第一层墙体的搭建相对简单，在往上继续搭建时，不仅原木2头要锯出相应的凹口，原木中间也需要锯出一条凹槽，才能保证墙体不会跑偏。尽管室外零下10几度，但是他们有2两小酒暖身，从黎明到黄昏都能听到油锯的声音。由于搭建所用的木材每一根都相当的粗，在搭建到第3层时已经有人头高，往上的搭建就更加的困难。他们需要不断重复的将木材调到合适的位置，然后用圆规测量画出需要裁切的标记线，再将原木降下来切割和打磨。照我说，还不如直接出去租个房子。毕业租房压力大，推荐58同城找房东直接租，零中介费省钱省心。如此反复的校正，才能确保每一根原木能牢牢地待在属于自己的位置，不会离家出走。随着墙体搭建到适合的高度，终于可以开始安装2楼的横梁。最终经过半年的努力，帕特木屋的墙体预装终于完成，而接下来才开始进入正式动工环节。为了实现一房传3代，打地基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。由于帕特所选的位置处于斜坡，他不得不斥巨资摇来一台挖掘机将斜坡铲平。刚挖2下就碰到了硬茬，没想到底下全是坚硬的岩石，虽然艰难，他们也只能马力全开，把挖掘机都给干冒烟了。最终花了整整1个星期才将地基挖平整，而接下来他们马上开始安装模具，用混凝土进行浇筑。对于地基，帕特也是有着相当高的要求。为了将整个木屋抬高到与旁边的小路齐平，帕特选择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出一个平台，底下还可以作为地下室和停车场。不得不说，用料这一块他是真舍得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风雨侵蚀和氧化，原木已经失去了原本的光泽。在开始拆卸重装之前，很有必要对其进行一轮精细的打磨。帕特拿出电报机，先对原木进行一番粗加工。第一道工序不仅可以将难看的表面磨掉，还可以把原本凹凸不平的表面修理平整，而电报机够不着的缝隙处，再使用角磨机进行深度加工。这看似简单的工作，实则一点也不复杂，不过还是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体力。随着内部墙体的打磨完成，帕特继续转战外墙。现在帕特对原木的打磨已经变得得心应手，而够不着的地方，他还开来拖拉机站在顶上作为移动梯子。正所谓，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困难总比办法多。在开始拆卸原木之前，帕特给每一根原木都标上了编号，避免后期安装时搞错原木的位置。随着原木一根根的拆卸下来，还需要对之前没打磨到的地方进行再次加工。为了提高房子的密封性，凹槽的边缘还需要钉上一圈密封胶条。不仅如此，里面还要填充上羊毛进行保温，这样才能保证零下几十度的寒冬室内不会漏风。将所有原木准备就绪，现在终于可以开始把木墙进行重新安装到地基上了。
帕特首先在地基边缘铺设一层防水胶，利用喷枪对材料进行加热，使其牢牢粘连，然后在上面铺设一层泡沫板，这样能保证在幕墙安装后与地基达到严丝合缝的效果。接着，帕特再次租来起重机，开始对原木进行吊装。随着第一层的原木成功就位，往上的墙体安装只需根据编号按部就班即可。而帕特的木屋比较细节之处在于，在安装墙体前，他就把室内的线路设计好，安装时就能在原木上预先开好孔，把线路管道给装了上去，确保每一根原木都安装在正确的位置后，才在上面钉上木楔子，对墙体进行2次加固。随着木屋墙体的搭建完成，帕特开始了屋顶的搭建工作。首先就是要制作出屋脊，他们挑选出几根笔直匀称的原木，经过测量后标记出开孔的位置，打算利用榫卯技术将原木进行组装。就是这安装效果看起来也不是很牢固，为了保险起见，帕特只能在连接处装上螺栓进行2次加固。现在终于就可以将它们安装到木屋墙壁上，在起重机的辅助下，沉重的屋脊也能轻松吊起。他们对准卡槽将屋脊原木安装到位，再用木板对屋脊稍加固定。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屋顶船子的安装，将事先片好的木板顶部锯出斜角，对接时就能达到完美契合的效果。船子的安装工作看起来不复杂，但对于恐高的帕特来说却是不小的挑战。好在有好基友的帮忙，替他完成了大部分屋顶的安装工作。随着所有屋顶船子的安装到位，帕特才掏出油锯，在墙体上一一锯出相应的凹槽，让屋顶船子能牢牢地卡在墙体上，然后再打上超长的螺丝加以固定，保证它们位移不了一点。等所有船子都固定好之后，雨季也即将到来，帕特抓紧时间开始屋顶密封的工作。他们先在上面整齐地钉上一排排的木板，恐高的帕特只能再次认怂，找来好基友帮忙。在朋友之间的一顿嘲讽嬉笑中，屋顶木板也赶在大雨到来之前安装完成。在将多余的木板收拾得服服帖帖之后，他们开始在屋顶上安装防水层，将防水布平铺在屋顶上，再钉上木条进行固定。这次帕特终于突破自我，他克服了恐高，和好基友一起完成了防水层的安装。考虑到后续铺设瓦片后屋顶的重量，要是仅靠一枚长钉固定，想想就多少有点不安。于是帕特在给屋顶铺设瓦片之前，先回到室内，他找来方木条架在屋顶上方，用螺栓对船子进行加固，利用三角形的稳定性可以保证屋顶不会垮塌。现在看起来就稳固了许多。那么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给屋顶铺设瓦片了。国外的这种瓦片上都有相应的凹槽，只需将它们拼接起来，然后再用钉子加以固定即可。不过这工作量也不是一般的大，搬运、裁切、安装全都是帕特自己完成。晚上回到家直呼腰酸背痛，根本没办法交作业。第二天贴心的妻子也来到工地帮忙搬砖，夫妻同心其利断金，那效率提升可不是一星半点。第二天妻子的好闺蜜也前来帮忙，不知是谁故意走漏了风声，帕特单身30年的好基友马上旷工出现。有了朋友们的帮助，瓦片铺设的速度直接进入10倍速。很快屋顶两边的瓦片就铺设完成，相交处的顶部帕特先盖上这种拱形的瓦片，内部再打入泡沫胶进行密封。到此木屋最困难的封顶工作也终于完成。随着木屋洗封金顶，室内装修正式开始。为了阁楼地板能与墙体完美契合，帕特掏出油锯，先在墙体四周锯出凹槽，接着再把横梁全给削了个平头，然后就可以开始铺设上木板了。铺设的木板帕特只是做了简单的去皮和打磨，现在看起来的效果并不平整，毕竟后续还要安装地暖管道和保温材料。随着冬季到来，屋外已经银装素裹，白雪皑皑，阁楼上也飘满了雪花。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把阁楼两边形墙体进行密封，免去每天打扫积雪的尴尬。帕特先用木板制作出墙体的框架，同时还预留出2个大窗户，让阁楼得到充足的采光，而后才开始在外面钉上防水布和木板，对墙体进行密封。帕特之前已经设计好窗户和门的位置，现在只需要重新测量，在墙体上画出标记线，就可以掏出油锯，放心大胆地开始对墙体切割。锯开门窗的过程看起来就非常的解压。开好口后，屋内瞬间敞亮通透。不过为了防止雨雪飘入屋内，得赶紧把玻璃窗给安装到位。在安装之前，还需要在窗框和门框两边开出卡槽，嵌入1根方木作为边框，同时可以有效的固定墙体，防止原木发生位移。做好这一切后，定制好的门窗也终于到货。
由于窗户都是按照尺寸定制，安装起来也非常的简单，帕特也只是在旁辅助打下手。为了能早日住上新家，帕特开始将屋内杂物清理干净，开始进入水电的安装环节。虽然帕特对于水电不太擅长，但在超能力的辅助下，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专业人士都会把这些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接着，帕特又请来工人开始对1楼地板填平，他们在混凝土中加入了一些特殊的材料，可以提高地板的保暖性。等到地板干燥后，上面还要再安装上地暖，毕竟这里的冬天能达到零下几十度，室内的取暖也非常的重要。最后再在上面铺上一层地板砖，1楼的装修也就大概完成了。由于阁楼的地板缝隙较多，这时好友尼克也前来帮忙。他们首先在缝隙中嵌入木板进行找平，接着在上面铺上一层防水布，最后才开始铺设隔热棉。直到最后我才发现，就连阁楼也浇上了混凝土，这真的是我见过用料最舍得的木屋，没有之一。接着他们开始安装分隔阁楼的墙壁，首先利用方木搭建出墙体的框架，然后里面再塞上保温棉，最后再用木板进行密封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屋顶的保温工作也不能落下。他们先往顶部塞上2层厚厚的羊毛，外面再铺上1层与墙体相同的保温材料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又是1年冬季到来，帕特的木屋建造也进入了收尾环节。在入住之前安装一个温暖的壁炉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只见帕特先在墙上开了个孔，然后开始安装大烟囱。在安装壁炉之前，很有必要砌上1堵防火墙，毕竟全实木的豪宅防火工作必须到位。而为了让壁炉更加充满艺术感，帕特还特意到山上捡了许多的石头，打算后续用来装饰。